鸡是我们常见的家禽之一，逢年过节，餐桌上都少不了鸡的身影。谁能料想到鸡也成了国家保护动物？难道我们以后再也不能吃鸡了？大家先别担心，虽然有的鸡成了珍稀物种，但这指的是野生原鸡，大部分家鸡还是可以吃的。那么原鸡为什么会成为珍稀物种呢？这里是万物灵，欢迎关注熊探长带你探索有灵万物。由于人类砍伐森林，破坏环境，原鸡生存空间减少，再加上原鸡分布范围有限，适应环境的能力较低，如今也面临着灭绝的危险。因此在2016年，国家特别将原鸡列入红色濒危物种。曾经的土鸡摇身一变，如今竟变成了国家2级保护动物，真可谓是一朝飞上枝头变凤凰呀！说到原鸡，它可是大有来头，不仅上有国家政策保护，而且还贵为鸡中先祖。如今的家鸡，但凡见到原鸡一面，都得叫上一句祖宗。这是因为很多家鸡都是通过原鸡驯化而来的。原鸡生活在热带地区，喜欢栖息在各种丘陵和森林当中，有时会出没在灌丛或耕地里。要是以后再见到野鸡，就要小心了。原鸡是杂食性动物，无论是昆虫还是果子，都可以填饱它的肚子。既然原鸡这么好养活，为什么还会有灭绝的危险呢？实际上，原鸡的繁殖能力十分低下，这也是原鸡和家鸡最大的区别。原鸡每年一般只产下6到8枚蛋，而一只家鸡在正常情况下，一年至少就可以产下250枚左右。如此巨大的对比，难怪原鸡有灭绝的风险。那原鸡有哪些特征？我们该如何识别？在野外，如果遇到长相陌生的鸡，我们先判断再下手，以免误杀。雄原鸡的羽毛颜色一般较为华丽，身体上半部分呈现黄色，脸上垂着红色的肉冠，肉冠很大，一看就很显眼。身体下半部分呈现出黑色或灰色。至于尾部的羽毛，根据原鸡下属物种的不同，会呈现不同的颜色。雌原鸡体型较小，它的肉穗不大，没有雄性原鸡明显，并且雌原鸡尾部的羽毛也没有雄性原鸡的长。原鸡和家鸡有一点最大的区别，那就是原鸡会飞，而家鸡不会。这是因为原鸡长期在野外生存，养成了机敏的性格。原鸡一旦察觉到危险，就会展翅飞翔。原鸡有4个下属物种，分别是红原鸡、灰原鸡、绿原鸡和黑尾原鸡。黑尾原鸡大多分布于斯里兰卡，被誉为斯里兰卡的国鸟。黑尾原鸡性格凶猛好斗，如果在繁殖季节有其他雄性和自己争夺地盘，或者雌性黑尾原鸡，它就会和那只雄性拼杀到底。正所谓犯我领土者，虽远必诛。黑尾原鸡很懂此理，斯里兰卡人也崇尚这种好斗的品质，便将其作为国鸟。黑尾原鸡种类之间实行一妻多夫制，在雌性黑尾原鸡快要生产时，雄性会选择在较高的位置建立巢穴，方便雌性生产。生产过后，雄性和雌性黑尾原鸡就开始分工协作，雌性负责哺育幼鸟，雄性则负责保护幼巢。这样来看，雄性黑尾原鸡还真具有男子汉的气概。绿原鸡的生存环境和其他3种原鸡的生存环境有很大区别。绿原鸡喜欢生活在水多的地方，例如沼泽地、沿海地区或者有水源分布的地下洞穴。现在它们大部分分布在印度尼西亚。绿原鸡这一品种非常具有毅力，它们为了找到食物，可以在强对流天气下做短途运动。在求偶时也很有意思，它们会绕着自己喜欢的雌性跳舞。虽然没有4肢，但它们会用爪子摩擦地面和扇动翅膀代替。是不是觉得绿原鸡也很浪漫？绿原鸡这一品种实行的是一夫一妻制，它们通常选定一个雌性后就不会再更改。绿原鸡十分重视亲情，它们的后代即使已经长大，组建了自己的新家庭，也会时不时飞回巢穴，保持和父母的密切联系。灰原鸡和其他原鸡不同的是，灰原鸡的羽毛非常漂亮，可以呈现五彩斑斓的颜色。
尤其是在繁殖期，背部的羽毛在太阳的照射下可以更加明亮辉煌。这是因为灰原鸡的羽毛结构和平常原鸡有所不同，它们的羽毛有宽有窄，棱角分明，看起来像是被镶嵌到身体里一样。灰原鸡的栖息环境不像绿原鸡那样挑剔，无论是干旱的岩石带还是湿润的森林里，都可以看到它们的身影。如今，灰原鸡大部分生活在印度半岛。虽然灰原鸡在生殖期只会和一只雌鸡在一起，但是它们可没有绿原鸡那么专情。也许在下一年甚至下一季度，灰原鸡就会另觅新欢了。红原鸡和家鸡是最像的，它们喜欢成群生活，性格机警胆小，觅食方式也和家鸡最相似。它们在早上和晚上觅食的次数最多，它们经常边走边寻找吃食，看到了就赶紧用嘴巴去啄，是一个非常敏捷的物种。红原鸡大多分布在我国的云南、海南、广西、广东地区，一般生活在灌丛或森林里。如今，在人们的努力之下，已经培养出许多特有珍稀物种的新品种，其中茶花鸡就是人们将红原鸡驯养过渡而来的。茶花鸡在繁殖期间，因为会有茶花2朵的叫声，所以被人称为茶花鸡。在过去，人们会利用小茶花鸡的叫声来吸引山林中的野鸡，久而久之，许多原本在山林中生长的野生红原鸡就被人们圈养在家，变成了今天的茶花鸡。茶花鸡现在已经开始推广饲养，利用的是等量留种法。茶花鸡的味道更加鲜美好吃，营养价值高。正值哺乳期的妈妈们，如果能够吃到没有开始生产的紫茶花鸡，还能够强身健体，增加乳汁。此外，茶花鸡对于男性还具有补肝益肾的功效。因为茶花鸡稀少而珍贵，所以专家认为茶花鸡市场前景广阔，可以适时发展相关的养殖业。原鸡已被列入珍稀物种，千万不要在野外随意捕杀，不要让鸡成为历史，让人们只能回忆。我们需要共同保护环境，加强保护意识。随着人们对野生动物的保护意识增强，原鸡的生活环境也正在变好，让我们现在还能看到的动物有一个舒适的生存环境。非常感谢您看完本期万物灵。如果您喜欢熊探长的视频，欢迎点赞、收藏、评论加关注。您的关注是熊探长探秘的最大动力。